你有没有听过80年代震惊全香港的茶餐厅灵异事件？据说也是香港警方唯一公开承认的灵异案件。死人居然可以点外卖，而且每次付的都是冥币，让人细思极恐。事件发生在1989年12月的国际大都市香港新界北区，这里有一个老牌茶餐厅潮涌记，是个平常卖些叉烧、河粉的排档。一天，店里的伙计接到一个订餐电话，要4人份的加蛋叉烧饭和河粉。伙计麻利地记下了地址，准备去送外卖。伙计很快按照地址来到了喜秀花园的送餐地址。那是一处很破旧的老式楼房，里面如迷宫一般。C 号着实让伙计小罗耽误了些时间。终于找到后，小罗按响了门铃，可是门铃响了很久，也没有人来开门，而门口散落的广告似乎证明这里很久没人居住了。门铃一直在响，可是里面依然没有人来应门，这让小罗觉得是不是自己刚才记错了地址。可就在小罗正转身要走的时候，身后的房间里却传出了声音，似乎有人正在打开房门，从内部反锁的链子。紧接着吱呀一声，门开了，房门被打开了一道小缝，屋子里很黑，看不到里面的情况，只是传出了一个低沉沙哑的声音：放门口吧。然后从门缝里递出一张纸币，可小罗还是没有看清那人的样子。小罗接过纸币仔细看了看，并没有什么不妥。就这样，虽然觉得奇怪，但是这么多年的送餐经历也没有让小罗往心里去。当天深夜，路上行人慢慢少了，潮涌记也打烊了。店老板黄先生正在清点着一天的收入，突然在一天的现金里发现了一张冥币，这让黄老板非常的恼火。黄老板认为肯定是哪个伙计换了真钱，所以提出了警告。说过这件事情以后，黄先生顺手把那张冥币扔进了废纸篓。第二天，那个昨天的喜秀花园又打来了订餐电话，要的还是一样的快餐。可是送餐的情形也还是和昨天一样，门缝里递出了钱，快餐还是被要求放在了门口。到了晚上，黄老板又一次在一天的收入里看到了冥币，这让黄先生真的生气了。小罗看老板生气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把喜秀花园奇怪的送餐告诉了老板。黄先生决定明天要是再订餐，他一定自己去看看。第二天，喜秀花园果然订了一样的快餐，黄老板自己送到了地方，从门缝里接出了纸币，仔细的检查过后，并没有发现可疑的地方。黄先生随后也按照指示把快餐放到了门口。回到店里后，黄老板把喜秀花园收来的纸币单独放了起来。到了晚上，黄先生清点完了其他的收入后，特意看了下喜秀花园收来的钞票。这一看可把黄先生吓得不轻，自己单独放起来的港币又变成了冥币。黄老板吓得赶紧报了警。警察很快赶到了喜秀花园 A 栋 B 楼 C 号，可是发现门铃根本是坏的，敲了很长时间的门也没有人开门。警察只好采用强行办法破开了房门，进去后才发现门是由里面反锁的。可进来看到的情况却让在场的所有警察都恐怖到了极点。屋子中央摆了一张麻将桌，桌子旁躺着几个死人，这些人一看就死了有一段时间了，尸体已经干瘪了。看现场的情况，几个人应该是在房间里点了煤炉取暖，然后煤气中毒，却跌倒在房间里，休克后窒息死亡了。由于这几个人平时并不与人来往，所以导致一直没被发现。可屋子里散落的空餐盒却让警察觉得奇怪，既然人都死了，
那这些快餐是谁吃的呢？接下来的检查结果却震惊了整个香港警界。很快，这个诡异的案件传遍了整个香港，被各大媒体纷纷报道，成了几十年来香港警方唯一公开承认的灵异案件。后来有大师公开表示，由于事件发生的喜秀花园楼房常年不见阳光，又处在急杀之地，导致死者的魂魄并没有离身，所以死者一直认为自己还是活人，依然在正常的生活。周围邻居也爆料称，在他们死去后，依然能听见屋里传出麻将声。7月半，鬼门打开，今晚阴气重的人最好不要走夜路，还有穿大红大紫的衣服，否则很容易就会遇见鬼。这事是我小叔的亲身经历，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。那时小叔在县里的钢铁厂上班，因为刚结婚想多挣点钱，经常加班到7、8点钟才回家。可有那么一天到9点半了，小叔也没回来。小婶把饭热了好几遍，不时到门口去看。要知道那时候村里路不好，更别提路灯了，还真挺让人担心的。小叔那晚是加了一回班，不过也和平时一样，7点多钟就出了厂门，骑着他那辆大金鹿往家赶，没一会儿就上了村路。不过小叔干的是体力活，从中午到晚上7、8点，也的确是饿得不轻，肚子直打鼓，肚子里没食，腿上就没劲，骑了好久才算进了村。本想着尽快赶回家吃饭的，可路过村口时，小叔就看见二柱子家的地窖里亮着灯，地窖门还开着。二柱子是小叔的发小，两个人以前的关系好的跟一个人似的。不过二柱子后来因为一点意外去世了，家里就剩二柱子的父母，年纪都不小了。这几年家里有什么体力活，小叔都是能帮就帮的。那天晚上也是，就算是肚子饿，小叔还是支上自行车走过去帮忙，想着肯定是二柱他爹在底下干活，就伸头去看有没有自己能帮上忙的。可就在这时，变故发生了，不知道背后吹了一股什么邪风，一下把二叔这个大小伙子向前吹去。那感觉像风吹，也像是被人推了一把，把小叔不偏不倚正好推进了地窖里。地窖有2米多高，幸好被梯子挡了一下，加上穿的衣服多，摔得倒不是很严重。小叔这一下被摔得有些猛，转头就向上头看，可还没等看明白呢，地窖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。不知是被风吹的还是有人搞的，小叔连忙叫了一声，可连喊了几声也没人回答，听着也没有一丝声音。小叔这时也发现地窖里空空的，只有他一个人，这可真是倒霉。本想着缓一下就起身爬上去，可就在他刚想站起来时，眼前却一阵阵发花，头也有些晕，身体一时使不上力气，屁股一沉，又坐在了地上。头顶的灯泡这时突然开始闪动，忽明忽暗的。小叔心里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，这地窖里氧气不足，是会憋死人的。想努力爬起来，可这劲怎么也使不上。就在这时，突然感觉自己面前站了个人，小叔忙强撑着抬头去看，可抬起头一看，又哪里有人？难道是错觉？可刚才明明……小叔的头越来越晕，几乎已经无法思考了，眼前也越来越模糊。可就在这时，灯再一次暗了下来，这次小叔真的看到了一双脚，并且是飘在空中。小叔吓得一激灵，头脑也瞬间清醒了不少，忙抬头去看。这一次是真的没看错，一个12、13岁的孩子就实打实的飘在自己的正前方，而且这个孩子小叔还认识，正是死去的发小
二柱子。这场面太过惊悚，小叔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。小沈见9点半了，小叔还没回来，实在担心的不轻，取了个手电就想上村口去迎小叔。可刚到了村口，就看到一辆停在路边的自行车，怎么看怎么像小叔的。走近一点再一看，可不，车把上的水壶还是前几天自己赶集给他买的呢。可是光见车也没见人啊！小沈连忙跑了过去，在附近又是叫又是喊的，也不见小叔回应，便四下去找。手电光扫了几圈，一下在地上看见了小叔的鞋，当然也就看到了二柱家地窖的门。小沈也知道小叔经常来帮二柱家干活，可这在地窖干活怎么还关着门呢？多危险！想着就上前拉开了门，边叫边用手电向下面照。果然在下面发现了已经昏迷不醒的小叔。要说也幸亏小沈发现的及时，找人送了医院，不然在下面憋久了，估计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小叔后来跟小沈说了实情，那二柱子就是憋死在了地窖里，两个人那时都12、13岁，晚藏毛毛。二叔躲到了家里，可等了好久也没见二柱子来找，直到天黑才知道二柱子被发现时已经死在了地窖里，这是让小叔内疚了好久。你们村有没有闹鬼比较凶的地方？如果有的话，到了夜里千万别去那里溜达，否则你就会见到鬼。这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，在我们那一片的几个村子中传扬极广。话说上世纪80年代时，一个3伏天的晚上，正值7月15鬼节，天热得要死，属于那种风扇吹的都是热风的时候，闷的人们纷纷到村中心的广场中纳凉。不过因为是鬼节，空气中飘着一股烧纸的味，时间到了晚上9点多，很多人就选择早早回了家。我们村有个老杨，原本是个外地人，后来到我们村当了一辈子的老师，也就定居下来了。这老杨也不容易，老伴死得早，儿女又都去了城里，也就成了孤独的留守老人。想着回去也是一个人无聊得慌，就一直留在那凉快。时间不知不觉快接近午夜了，看看周围也就他老哥一个了，老杨不禁又深深地叹了口气。即便家里再空荡，那也是个家呀。于是老杨也准备回家睡觉了，可还没到能他起身呢，突然发现胡同处有人影在晃动。与此同时，黑暗中也响起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这让老杨很是诧异，大晚上的还有人出来。于是下意识地瞧了过去，天很黑，老杨只看见2个人影深深地低着头走进了村广场，之后便围着广场西侧那个大碾盘转了起来。可是这大晚上黑灯瞎火的，也不知道那2人在那转什么。村里的人老杨都认识，可2个人却怎么也看不出是谁。不过老杨也没多想，只以为是这2个人在碾盘触掉了东西，正转圈低头找呢。老杨就好心问对方在找什么，要不要帮忙。对方回答了，声音很闷，说的像是绳头线头的，他也没听清，只觉得声音很低沉，很陌生。老杨是个热心肠，啪的一声就推亮了手中的手电筒。可等光柱向前照去，老杨却愣住了，因为他看到那2个人的裤子都破得不像样了。下意识地把手电光向上一抬，又看到那2个人身上的衣服更破，样式还很老旧。老杨心里咯噔一下，抬起手电想看看那2个人长什么样子。等手电筒的光照到那2个人的头上，顿时就把老杨吓坏了，因为那2个人竟然没有脑袋，那2个腔子里不停发出
我们的头呢？声音极低沉又阴冷。老杨吓得一下就瘫在了地上。老杨只觉得一股寒气直冲脑门，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老杨猛地醒了过来。一醒过来，发现身边都是人，更是把老杨吓得大喊大叫着。过了半天，老杨才反应过来，此时天已经大亮了，而且身边都是熟悉的村民，正满脸担心地看着自己。老杨也顾不得失态，忙着向那石碾看去，哪有什么人头，石碾还是那个正常的石碾。老杨缓了半天，才把昨晚的遭遇讲给了几个村民。后来经村里的老人讲，当年抗战时这里闹过鬼子，好像当时有2个民兵在这附近被抓住了，没问出什么就被砍了头。在那之后，村民便经常会在这里烧些纸钱祭拜一下那2个英雄。而昨晚正巧是鬼节，也难怪老杨会遇到。传说人在临死前，自己的一魂一魄会沿着自己一生的路再走一遍。这听上去有些悬，可还真不是空穴来风的事。我姑父是开码头的，这个事也算是他的亲身经历。就是今年的事，姑父是码头的老板，家住在长江边，离码头不远，每天都是走路上下班。夏天晚上6、7点左右，天还不是很黑。那天他跟平时一样，清算完账目下班准备回去，刚上到堤坝，看到员工小张迎面走过来，看这方向肯定是要去码头的。这个员工跟姑父干了好几年，平时挺爱热闹的一个人。姑父不知道他这个点回码头干嘛，就打了个招呼，可没想到那人一声不吭的就从姑父身边走了过去，别说回话了，连头都没抬一下。这人平时挺热情的，逢人会打招呼，可今天竟是这样的状态。姑父也感到奇怪，想追上去问问吧，又不太值得，心想他可能是心情不好，或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吧。不过姑父跟他擦身而过后，总感觉他走路姿势有些奇怪，就回头多看了2眼，这才发现他走路是顺拐的，特别别扭的那种。不过姑父那时也没多想，转身就准备回家。刚回过头没多久，就听到背后扑通一声巨响，像是什么东西掉进了水里。他又回头一看，却发现那名员工人不见了。这才几秒钟，不可能一下子找不到人的。联想到那声巨响，心里顿时咯噔一下。姑父感觉事情不太对，他立马拨打了那名员工的电话，边打电话边跑到了码头边向下面看，水面连个涟漪也没有，而电话这时也接通了。可听了电话那头员工说在家吃饭，姑父心里就更想不通了。他要是在家的话，那刚刚遇到的是谁？姑父也是快60的人了，有些事还是懂的，心知是碰上了那个人的生魂，但这可是凶兆啊。听老人说，遇见别人的生魂只能提醒不能讲破，因为这生死什么的都是命数，直接给他说破了，可能会出更大的事。也只能想着不让他上班应该可以躲过吧。整整一晚上，姑父都是心神不宁。第二天一早，姑父还是像往常一样去上班，刚到公司就看见员工扎堆议论纷纷。姑父刚凑过去，就听到了那名员工的死讯，看起来那个人还是没有躲过去。原来一听到姑父给他放了几天假，那个姓张的员工就闲不住了，当天晚上就约了一个朋友一起去江边钓鱼。鱼没钓上来几条，却钓到了一个地笼，放下去抓龙虾那种，也不知什么人放的，里面有东西在动，应该是有货的。地笼太重，他心疼鱼竿，就打算下去把地笼整个拉上来。
江边的谁也不深，本来也不会出什么事的，可就是命中该着，他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就陷到了淤泥中，腿还抽了筋。本来身后有人喊个救命也就没事了，但要不怎么说是命呢？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他这一头栽进水里就没上来。等那一起钓鱼的朋友想办法把他弄上来后，人就没了。姑父当时讲到这，深深叹了口气，还是说那一句话，都是命啊。你有没有睡过死过人的床？有些地方有个可怕的风俗，会在人死之后将睡过的床扔到河里冲刷几天，去掉湿气。如果你看到这种床，千万别碰。这是发生在我堂哥身上的一件事。堂哥是做工程的，不过不是啥大工程，他们有一个小包工队，做些小的基建项目啥的。那一次他们工程队揽了一个活，在金乡有一个小工程，他们一般离家远的时候或到外地，都会在工地边上支帐篷住。那时是8、9月份吧，天气很热，离工地不远处就有一条河流，就叫了一个工友跟他一块下河洗澡。两人来到河边下了水，他工友发现了奇怪的事情，在河水里放着一张竹床，虽然不是新的，可也没坏，还能用。堂哥就想把它弄回工棚，于是两人洗完澡就把那张床搬了回去。因为是单人床，只够睡一个人的，就由堂哥来睡。因为是竹子的，睡着还挺凉快。可是睡着睡着，他就觉得有人在按着他的脚。他迷迷瞪瞪地睁眼去看，就看到有2个模糊的人影，正用红绳缠他的脚，把他的2只脚绑上了。然后发生了更可怕的事情，他感觉到身边躺了一个人，而且不是活人，就跟他挤在了一张床上。他想动，却根本动不了。他也分不清到底是真实还是自己在做梦，反正跟那个人在小床挤了一宿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工友叫他，才迷迷糊糊地醒来。但是醒来之后，就发现自己的脚不听使唤了，不能动了。工友扶着他试了又试，就是走不了路了。没办法，只能去医院了。可也查不出是什么毛病，在医院住了好几天也没起啥作用，就说回家养着。我姑姑每天急得直掉眼泪，也算有病乱投医，就请了个会看事的回来，说给看看。然后那个人来了之后，就问了堂哥在金乡那都干了些啥。堂哥就把在金乡做的每一件事都说了，也包括在河里捡床做梦、被绑脚什么的。那个人一听就明白是咋回事了。他说在金乡有个风俗，人死之后睡过的床要扔到河里冲刷几天，去掉湿气。死去的人在下葬之前还会用红绳绑住双脚，至于为啥那么做，他也没说。堂哥是睡了死人床，沾了湿气，被当成了死人。那个人跟我姑要了一把剪刀，在堂哥的脚下比划了几下，然后咔嚓的在脚之间剪了一下，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堂哥就能下地走了。事情就是这样。